5月圣母月，你朝圣了吗？今天和大家介绍一个在台湾就能到达的法蒂玛圣母朝圣地，同时也要介绍这个教堂的纪念会给大家认识。让我们从他们自己的眼光来认识这里吧。参访完教堂以后呢，当然要在这附近吃喝玩乐一下啦。我是妮卡，今天就让我和我的伙伴前往淡水，我们的淡水天主堂法蒂玛圣母朝圣地一日轻旅行专案正式启动。Hello， 我是 Sabrina， 我是新加坡人，是主研会的转教士。嗨，我叫冯怡静，然后我是马来西亚人。Hello， 我叫曾凯恩，我是淡水堂的青年，也是现在的会长。我在2017入会，现在目前在台湾服务，在台湾差不多要5年了，所以现在在辅大念哲学哲学。我从2018年就来到台湾，然后在1年过以前，然后就来到淡水堂，然后是这边的青年。我是学生，我读马偕护专，读专管科。主研会的家靠近淡水堂，然后我们在这里服务，我在这边负责青年，每个礼拜陪伴这个青年，在这边的工作就是这样。我是在毕业之后，然后搬来淡水，然后就经过就在台北的修女，然后推荐过来淡水堂。我来这已经18年，因为我现在18岁，然后我就是在淡水出生。小时候小 baby 的时候就被带过来临时的，这边就是我的本堂。在淡水堂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很乱的青年会房间。我为什么选这个很乱的房间？是因为起初当我刚带青年会的时候，其实我对自己跟对青年有一个很大的期待，是希望能够带好他们，能够把他们带到天主那边。但是我发现，其实这些青年就像很乱的房间一样。很多的朋友可能在学校的环境，朋友会一直更换嘛，外面朋友你也会一直更换，但这边的朋友都是固定的，除非他们现在可能就是去工作了，去学校上课了，然后没有那么长时间回来，你才会可能见不到他。但大部分大家都是一样的，不会有太多的就是更变。然后你就会觉得说，就是来这边不会有太大的那种，这是今天要找谁啊什么，就是大部分都熟。我的责任其实是好像2马路了2个门，耶稣就是这样同行，跟他们同行，就是在这个同行中陪伴他们，聆听他们，鼓励他们，就这样的，就是虽然房间很乱。虽然每一个青年都有自己的活动、自己的个性、自己的旅程，但是就是这样的跟他们在一起行，跟他们陪伴他们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每个星期来到那个很乱的房间，不只是一个很乱的房间，而且带的是每一个人的特色。有人在那边，有青年在那边和我们在一起，就是在那边就是能够把他们带到天主，他们不需要每天挂着天主的名字，对，但是能够在生活中，能够在乱的生活中，也能够认识到天主，意识到天主。对我来说，一个特殊的空间就是这台琴，还有这个圣咏团的空间，这是我平时主日圣咏团来使用的一个空间。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大家，就是各位教友在啥的一个状况。这台琴是可以连接教友和天主之间的工具。因为我个人其实是一个不太会直接用言语去表达自己的人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借由这台琴或者音乐，然后就让我比较容易去表达自己的一个感受。所以我觉得
这海琴对我意义蛮大的。文化阿给淡水捷运站老街那个广场，我觉得淡水最好吃的地方是我们家的菜，但是当然不能接受你。所以就是文化，听说就是文化阿给很好吃。好的，既然有2个人都推荐了文化阿给，那就让我们出发去试一下到底有没有那么好吃吧。这就是淡水传说中的阿给名店，他们家最有名的呢是他们的周杰伦套餐，据说这是周董必点的套餐。整个套餐其实分量不多，但女生的话如果把它当正餐的话，应该还是吃得饱的。那我们来的时候呢，其实已经下午2点了，不过人还是蛮多的。好在它的翻桌速度其实算快，所以不用等太久。那鱼丸汤当然是必点的招牌，不过身为我们全场唯一的淡水在地人，他特别推荐他们家的包子。大家如果来的话呢，也可以试一下所谓淡水人在地的包子会是什么样的滋味。离文化阿给100公尺左右呢，有家不算太便宜，但是蛮有人气的冰淇淋店。我们试了以后呢，发现它真的是蛮浓郁、蛮好吃，而且很好拍的冰淇淋。不过唯一的缺点呢，就是因为它没有加太多的添加剂，所以很快就融化了。如果是夏天来的话，记得要赶快吃掉哦。吃饱喝足了呢，就应该有力气跟着我们到处走走啦。来到淡水，除了大家熟悉的淡水老街、红毛城、小白宫，还有哪些私房景点呢？就让我们搭着公车前往我们的下一站啦。到了车站以后呢，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，经过炮台以后，我们会看到指示牌。你没看错，就是云门舞集的总部。它的室内空间只有在有艺文展演的时候才会开放。在它的外围呢，可以看到除了老街、除了河堤以外不一样的风景。这边还有几尊朱铭大师留下来的作品。除了把这整个空间的艺文感跟呈现出来以外呢，其实也提出了生活的一种活泼度。我个人是还蛮喜欢这里整个氛围的。在云门剧场旁边呢，有一家小小的用大片的落地窗装潢而成的，据说是号称全台湾最漂亮的星巴克门市。它真的很适合需要休息的伙伴，应该看得出他们有多开心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前往一间外表看起来不特别显眼，但是非常物超所值的一间书屋。每个人只要付100块，就可以在里面从早上待到晚上，而且他们这边茶水都是免费的。这边除了假日会举办一些艺文展演外呢，或许是因为创办人的关系，所以他这边也收藏了非常多的各国食谱。这边我真的很推荐在下午的时候造访，喝茶看书放松一下，最后呢就可以顺便在食谱中获得晚餐要吃什么的灵感。我和我的伙伴在事后发现，这里也很适合带外国朋友来。民以食为天，和外国朋友的话题真的就是从食物开启的。那今天最后的一个行程呢，那我们就决定挑战一下，据说除了炸鱼薯条外没有任何好吃的食物的英国菜。不过当我们真的来这边吃的时候，我们都还蛮惊艳的。如果你是喜欢欧美菜肴的人，来这边应该不会让你失望哦。那我们的淡水天主堂专案也就到此告一个段落。我是米卡，小羊爱吃糖，我们下次见。经过今天听了传教士们的介绍，我觉得有让我对天主教这个信仰改观，因为我一直认为修女或是传教士必须要很守规矩，所以彼此会保持着一些疏离感。但是今天听完他们的故事之后，我觉得他们就像家人一样，会彼此照顾，然后还像亲姐妹，对，所以就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。
要害怕，不要害怕面对生活，不要害怕未知，不要害怕uncertainty，因为你不是一个人走的，生活中会有人陪伴着你，更重要的是会有天主陪伴着我，有这样的肯定，有这样的确认，我们也能够希望就是继续的走，继续面对生活中的困难，但是不是一个人面对，天主有。我觉得就非常谢谢是你们，就是可以陪伴我们7年会，就是不管在我们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，他们都一直都在。所以我很希望他们可以，也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归属的地方，对，找到他们自己心中所喜爱的。你要看那边。好了，麻烦大家，因为我们是录影，所以你们要吃。哦，我们要吃，你们要吃。